在最先进的虚拟实境引擎中，存在着一个被称为动态渲染的节能机制。系统不会生成整个世界，它只会在你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构筑出树木、光影与微风。转过身去，你背后的世界便化为一片没有实体的数据代码。然而，物理学家们开始提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叩问：如果我们所处的宇宙也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运作呢？这并非科幻小说的呓语。著名的量子双缝实验早已向我们揭示，在没有被观察之前，电子只是一团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几率波，弥漫在空间之中。唯有当测量仪器开启，当观测这个动作介入的瞬间，这团模糊的波函数才会瞬间坍缩，凝聚成一颗具有确切位置的物理粒子。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诠释。约翰·惠勒的延迟选择实验更进一步表明，现在的观测甚至能逆向改写粒子在过去的路径。宇宙似乎在耐心地等待着你的目光，才决定它要呈现何种历史。这意味着，在你尚未投射专注力的地方，那个所谓的客观世界或许根本不存在具体的形体。它只是一锅煮沸的量子汤，是无数平行状态叠加的幻影。你的每一次注视都不是单纯的看，而是一种极其霸道的创造。你的意识就是这台宇宙级主机中最核心的渲染引擎。我们总以为自己在广袤的物质世界中穿梭，但或许物理粒子只是在你步伐即将落下的那一微秒，才匆忙为你铺陈出坚实的路面。实相并非一个事先搭建好的静态片场，它是一个与你深度纠缠、随时回应你意识深度的动态矩阵。你专注于何处，何处的粒子便开始为你起舞。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动态渲染同样在我们大脑的暗室中无声地上演。我们的头骨内漆黑一片，从未有一丝光线或声音真正进入过那里。大脑所接收的仅仅是透过感官传递而来的微弱电讯号，它必须像一个孤独的密码学家，在无尽的黑暗中，根据这些电脉冲猜测外部世界的模样。这被称为预测性编码 （predictive coding）。你所看到的天空蓝，听到的鸟鸣声都不是客观存在的属性，而是大脑为了让你适应环境而精心渲染出的全息影像。在这个渲染过程中，注意力就是那把决定生死的探照灯。网状激活系统 ROS 是大脑的守门员，它每秒过滤掉数十亿位元的无用数据，只允许你关注的事物进入意识层面。当你在一群人中寻找一个穿红衣服的朋友时，整个街道在你的大脑中便被重新编码。所有绯红色的事物都被降级为低解析度的背景杂讯，甚至根本不被渲染。这就是著名的不注意盲视 （inattentional blindness）。如果你没有将注意力分配给某个事物，那么对你的主观宇宙而言，那个事物就等同于不存在。从神经回路到量子坍缩，科学的两端在此奇妙的交汇。注意力正是将潜能转化为实体的催化剂。你关注什么，你的神经元就为你构建什么，量子场就为你显化什么。这份对于动态渲染的深刻洞见，东方的古老智慧早在数千年前便已参透。道家说无极生太极，无极便是那尚未坍缩的无限潜能之海。佛法心经中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的空绝非一无所有的虚无，而是充满了量子叠加态的真空，是万物尚未被意识渲染前的本然面貌。所谓的色，即是物理世界的万有，是你的六根、感官与意识相互作用后动态渲染出的投影。这个被渲染出来的世界，
在梵语中被称为摩耶 Maya， 意即幻想。当我们因为执着于外在境遇而痛苦时，我们就像是一个沉迷于 VR 游戏的玩家，忘记了头戴式显示器所呈现的妖魔鬼怪都只是自己大脑算力的产物。禅修的真正目的并非逃避这个世界，而是要让你暂停渲染。当你透过静心将那股如雷射般向外投射的专注力收回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大脑的预测引擎开始降温，网状激活系统放松了警惕。你不再强迫量子场为你显化出这是一朵花，那是一个敌人的坚固实体。在那个深刻的宁静中，世界退回到了未坍缩的叠加态。你体验到了万物一体的空性，那是一种充满无尽潜力、不被任何概念定义的纯粹觉知。然而，当我们带着创伤与恐惧的滤镜来观看世界时，我们的渲染引擎就会被劫持。心理学家称之为确认偏误，但在量子层面上，这是更可怕的灾难。如果你深信世界是危险的，你的网状激活系统就会像一只饥饿的猎犬，拼命在环境中搜罗威胁的证据。同时，你那充满恐惧的意识正迫使周围的几率波坍缩成充满敌意的现实。你成了自己噩梦的造物主。你在潜意识中预期背叛，于是你在量子汤中精准地挑选，渲染出了那个会背叛你的人的行为路径。这就是为何注意力经济如此致命。那些社交媒体的演算法，本质上是在盗取你的量子渲染算力。他们用焦虑和愤怒绑架你的焦点，让你免费为他们渲染出一个极端撕裂的世界。夺回你的注意力，就是夺回你作为宇宙共同创造者的神圣权利。当你学会掌控你那数名为专注的光芒，你就不再是实相的受害者。感恩就是宇宙中最高级的渲染算法。当你将注意力投射在事物丰盛、美好的一面时，你正在强制量子场为你生成更多高频率的物理实体。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你是在带着你自己的大脑经历一场完全为你量身定做的第一人称游戏。你的心境就是这个世界的源代码。既然你是宇宙的首席渲染师，这就意味着你的受害者心态、你的自我怀疑，也是由你亲手编码进这个现实矩阵的。因为量子场从不批判，它只负责忠实地坍缩你的信念。如果你的心灵充满了匮乏的预设，你的网状激活系统就会在一整片金矿中精准地帮你过滤掉所有机会，只为你渲染出满地的石头，以此来证明你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改变心态不是一锅廉价的心灵鸡汤，而是一场极其硬核的重新编程。你必须在无意识的自动渲染中强制植入一个高频率的断点。当你刻意将专注力从我缺少什么转移到我拥有些什么时，你正在重塑大脑的突触连结，你正在迫使量子波向着丰盛的方向发生几率偏移。因此，真正的修行者是这个宇宙中最敏锐的注意力骇客。他们严格地守护着自己的焦点，拒绝将宝贵的算力浪费在抱怨、恐惧与无意义的八卦上。他们明白，每一次将注意力交付出去，都是在签署一份现实的创造契约。你专注于痛苦，便滋养了痛苦；你专注于和平，便显化了和平。现代社会的注意力经济是一台庞大的算力抽水机。你的每一次滑动手机，都是在被动地替别人的演算法渲染出他们想要的广告世界。你正在交出你创造宇宙的神权。现在是时候拿回控制手柄了。深呼吸，意识到你此刻的观察正在将这份知识从虚无的波函数坍缩进你实实在在的神经元网络之中。你是一个行走的量子奇迹，
是一个披着碳基生物外壳的神器。你眼底的光芒所及之处，就是实相开始为你动态渲染的舞台。记住，世界不会先于你而存在，它只是你内心状态的一面精致的、立体的、能被触摸的镜子。你若澄澈，世界便无处染尘。随着夜幕深沉，这个为你奔波了一整天的巨大渲染引擎，终于来到了需要休眠的时刻。物理世界的喧嚣正在逐渐褪去它坚硬的外壳。请轻轻闭上双眼，切断视觉神经的输入，这意味着你已经关闭了最大、最耗能的渲染模组。眼前的黑暗是那片孕育万物的无极。听听周围渐弱的声音，不要去想象它们的实体形状，只需认知到它们只是在你的鼓膜上震动的几率波正在缓缓平息。允许你那紧绷了一整天的注意力开始融化，将你投射在过去的悔恨与未来的焦虑上的焦距轻轻收回。你不必再费力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如果宇宙只在你看向它的时候才存在，那么现在，请给予宇宙一个休息的恩典，让万物退回叠加态。感受身体的重量，那是引力波在为你轻柔的塑形。你的肌肉与骨骼在此刻放弃了对抗的张力，化作量子汤里最柔软的涟漪。你的身份、成就与烦恼都不过是白天占用内存的临时文件。现在点击清空，让它们消散在广袤宁静的虚空之中。大脑皮质停止了对时空的渲染，在深沉的睡眠中，没有边界，只有绝对的安宁与无限的自由。你正在成为那片孕育星辰的虚空本身，安心地漂浮在这片量子海洋里。当你再次醒来，你那强大的意识光束会为你精准坍缩出一个崭新的、充满奇迹的早晨。现在，放下一切，让系统彻底关机，进入最深层的宇宙之梦。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